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寒很重，湿也很重，在冬天的时候就感觉浑身不自在，那么在夏天的时候，你别指望这个夏天能让你松一口气。咱们有很多人我见过的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空调啊一直对着吹，吹着，然后慢慢的这个头上啊就开始怕了。在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的时候，头上都要包着一个小毛巾或者包着一个小布，把这里护得好好的，不然的话有一点风啊他就难受。或者呢，我也见过很多的人，他的这个肩膀上面啊，他就这么一圈，从我们的肩膀上面这么一圈，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就里3层外3层去披上这个小毯子。为什么呢？因为只要空调的风只要微微的从这里扫过，只要稍微凉一些的风，他浑身上下就不自在，这个肩膀本能的都会缩起来，而且这样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他的肩膀、他的脖子，甚至这个头上都会感觉到压着这个大石头，里面发酸的感觉。这种的我们讲啊，其实非常简单。我今天教你一个动作，这一个动作一个点位，你只要跟着我去做，就能把这个锁打开，而且做完以后你会发现非常舒服。这是一种运动啊，先给大家讲明白，这是一种运动，只要跟着做完以后，你自己来感受一下。那么这个点在哪里呢？其实道家我们之前讲了9把火，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第7把火，是在哪里？是大椎。大椎这个地方好不好找？非常好找，而且我们甚至不用去很明确的找到它就行。大椎这个位置呢，我经常给大家去说的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横着纵着相连的这个点就是大椎。而大椎这个点呢，如果说它堵上了这个火苗啊，它上不来，那么你横向的这个车道它就会堵塞，上下的这个车道主干道也会堵车。那么横向的堵车就是我们说的盖着小毯子，纵向的堵车是什么感觉？它是你后背的这个阳啊，小太阳上升的一个轨迹上不来，因为督脉这个点就是大椎，你看在这个中间的这个点，它如果堵着了，这个小太阳就上不来了，所以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怕一些风。那么大椎这个地方怎么把它打开呢？很简单，就是一个是要搓，一个是要揪。如果是家里面的小孩子，或许咱们很多朋友有一些经历啊，出去玩特别调皮，这边淌水了，那么大人看到以后就拿这个手去揪，揪个几下以后，小孩子一吃痛，哇哇哇就开始哭了，哭完以后一身汗，可能到第2天他就开开心心的了。那么对于咱们来说，手自己去做，手这么去揪，很多朋友揪不了，揪不起来，那咱们怎么做呢？咱们就是去搓揉它，记住是搓揉，可以说是推揉。怎么去做？假设这是我的脖子，这是我的脖子，这个凸起的点就是我的大椎。那么我们手从斜上方啊，你看就这么去推上去的时候，手是慢慢的张开来，往回像个小钩子一样往回拉，再并拢往下推拉推拉。为什么说这个动作是一个运动呢？我从后面做一下，你们看完就明白啊。我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啊，你们可以这个时候跟着我去做啊。手从上面斜下方下来，把手掌打开，然后往回去拉，1、2、3、4啊，手上要有劲往回带，5、6、7、8。做完8下以后换手来，1、2、3、4、5、6、7、8。做完再换手，左右手交替。你们看好我的手方向啊，往下往回拉，就这么去做。慢慢的把你的大椎打开啊，手就这么去推，推完以后再交换手。为什么说它是运动？你看咱们在做的时候是哪里在动？我们的肩膀在动，我们的手在动。这个在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活动到了，而且你在做着做着，很明显的你能感觉到额头上面开始出汗。如果出汗的朋友在评论区上面打上出汗2个字，你让其他的朋友啊看一看，出汗了以后发热了都是好的，而且你要有这种感觉以后，证明你这个后面的阳往上升起来了。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记住啊，这个位置每天没事的时候，特别在夏天，咱们可以背朝太阳，一边做着天灸，一边去做，这个感觉是非常的棒。而且很多朋友这个地方他鼓起个大包，你们在做的时候记住啊，如果你天天做的话，手上可以涂抹一些精油，然后去做，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同时呢，如果你做完以后感觉还不过瘾的，家里面有吹风机吧，对着你的大椎头就这么去吹，
吹一吹，吹上一个1分钟左右，你自己再感受一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这一个动作你把它记好了，然后把我教的这个动作把它去做一做，当你感受到这个动作的能力了以后，你就会坚持去做了。因为我们在这里分享的动作啊都是干货，而且这个干货啊都是很多朋友做完以后都竖大拇指的。什么叫做干货？一个是简单，一个是好记，还有一个就是快。这3点满足了以后，它能服务于你的日常的点点滴滴，这个才是干货。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觉满意的话，一定要关注我，同时给咱们的视频点一个赞，把视频收藏下来。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头上是不是总是感觉到又沉又重？特别是在秋冬季天气变化交替的时候，头上面就总是感觉里面绷着一根弦。我们说偏头痛，偏头痛。有的朋友头上就像压着大石头一样，平常好好的，低头多了以后啊，哎呀，这个地方就感觉到整个地方就不对了。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咱们头上的4个开关。这4个地方个顶个啊，都是能够把一片给它镇住的，非常有用的开关。你只要跟着我做完，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所有的朋友们，你们感觉老师讲的好的，对你们有帮助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内容。首先呢，我们先找到2个开关，分别是左耳后方和你的右边耳朵后方。我们先讲一下怎么去找。你把你的2个手指并在一起，放在我们的耳垂后方，然后在这个位置，你们跟着我慢慢的拨，不要用力，慢慢的拨，你会在这里发现一个小月牙，这个地方硬硬的啊，它叫什么？它叫做乳突，大家记住了。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你看哈，在这里靠近耳垂这里，你摸起来应该是硬的。往外往我们的整个后面去移动，微微的移动一下，像我这样再戳一戳，这个地方是软的。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找到一个交界线，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小路牙子。找到这个小路牙子以后呢，你记好了这个小路牙，慢慢顺着这个小路牙，你看左右拨着往上去走，你会发现这个小路牙非常的长，大约它的长度和我们的耳朵的这个长度是一样的。到了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小路牙子就没有了，消失了。所以呢，我们找到这条路以后，用我们的大拇指点住我们的下方，从下方开始往里面去推，推着往上去走。你看这个动作就这样。点进去以后，慢慢的往上啊走进去。我们可以2个手同时找好位置以后，同时的向内点进去以后往上走啊，就这样点进去往上。那么这个动作的完全状态是什么样呢？4个手指搭在头上，另外2个手指从后面给大家看啊，点进去，顺着慢慢的往上。我知道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的疼，有的朋友特别的酸，有的朋友会感觉到又胀胀的感觉，你就要把这个地方忍住，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它拨开来啊！所有的朋友们就这样跟着我去做，我们做的不要多，就做个5、6下啊！你看，来3，点进去，一定要点进去，慢慢顺着往上。好，4，跟着走，5，慢慢往上。好，来6。做完这5、6下以后，我们头转过来，你们自己感受一下，上面是不是感觉到一下被打开的感觉？有的朋友做完以后，脸上会发现热乎乎的，活动一下脖子，哎呀，感觉整个人都松了。那么这个地方做完以后，你记住，它还有一个对应的点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小太阳往后走的这条线。我们怎么做呢？不是让你这么去转，这么去转意义不大。我们去做一件事，把我们的手变成这样，4个手指并在一起，大拇指去点住你的食指，这么去点，点上去以后，看到没有？大拇指这里有一条线，把我们的大拇指贴近我们的小太阳，2个手这么点住，这条线看到没有？贴住我们的小太阳，从侧面看，慢慢的往后走，一点一点的往后去推，一边推带着一点点的旋转，这么旋转过去，一边推一边转。很多朋友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疼，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操劳的人，平常喜欢操心，烦心事特别的多，而且呢，有的时候啊，晚上这7、8个小时也不咋地的，容易浅，
容易放小电影，你把这个地方一定记住了，要把它打开。就跟着我这样慢慢的往后走，我们去做多少下？去做上一个8下到10下，速度不用快，但是力量可以稍微大一些，大概在6分力左右，慢慢往后做啊。你顺着这个小平台慢慢的往后，手就这么一直点着走过去，再来2下啊，我们感受一下。当你手松开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了啊。我们把手松开，你再感受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是不是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你活动头，挑眉毛，感受一下眼前的变化，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松。我们说这4个开关，每天没事的时候你都可以做一做，直到什么时候你这么往后一走，发现没有这种酸酸胀胀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就行了。每天坚持去做上1到2组，每天做一做，你会发现不一样。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都是好的内容，都是干货。你如果感觉好，一定要记得把咱们的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赞对大伟的视频非常重要，帮老师点上一个赞，同时感觉好的点上一个关注。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者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湿气和寒气重的人啊，是能够看出来的。而且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啊，他自己都不用看，他自己知道，因为已经被缠了5年10年。手机一打开一刷视频，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有很多人每个方法都尝试，却找不到真东西。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真正的好方法，而这个好方法呢，来自于道家，叫做养火功。什么叫做火呢？你记住啊，它不是我们里面的这些小火苗，而这个火它是专门对付这个湿和这个寒的。我相信咱们很多朋友啊都看过一些香港的一些电视剧，包括金庸的一些电视剧，你会发现这些内功的高手啊，他通常这么一做一运功，上面头上后背都会发热出汗，额头冒烟啊，这种呢都是电视剧当中的夸张。但是今天在咱们视频当中，我教你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或许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能让你感觉得到你的这些小湿小寒慢慢的从体内排出去，而且不需要多长时间，咱们只需要1分钟到2分钟，你就会发热出汗。如果说你跟着我做了，你发热了，你出汗了，你感觉到这种感觉了，那么请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这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么好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啊，以免以后找不到了。这个动作啊是可以受益终身的，咱们以后一直都可以去练的。好了，我们现在呢来开始讲动作。所有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手掌中间啊就有2个活口啊，手掌中间这个就是劳宫的位置啊，我们把这2个画上一个小圆。这2个小圆我们把它画好了以后，你记住左手为天，右手为地，无论男女都要把手怎么样，左手在上，右手朝下，然后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胸前，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肚脐上方，都可以。把手合在一起以后，中间这个区域是微微的凹进去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火炉，因为我们2个火口已经对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跟着我去做啊，一定要跟上。那么我们把手去旋转，我们静静的感受一下火炉当中温度的变化。这么一来一回，我们为1次，一共做4下啊，这个已经第3下了啊。来，所有家人朋友们跟上，慢慢的做。第4下把它做完，4下做完以后，我们把手放空，放空了以后不用去管它，静静的保持5到10秒钟。这个时候呢会分为2类人，一类人呢他会感觉到转的时候温度挺热的，但是手一停下来，温度就没有了，这叫什么？这就是火苗小的一种表现。火苗啊一定要越大越好，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人无火则灭。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们去转的时候也有一类人，就是转完停下来以后，他这个火炉里面的温度啊非常的高啊，这类人就是自身火苗就比较大。然后我们无论大小再来第2次，第2次我们转2下啊，来这么2下为1轮。来2下转完以后，第1轮转完，我们手放在我们的胸口保持住
好，然后保持个5秒钟以后再来一轮。我们一般3轮以后就见分晓，什么意思？一定要看一下转完以后火炉当中的温度。比如说我这2轮已经转完了，火炉当中的温度是高是低，是稳定住了还是一直在往外流失，这个都是要你去感受的。然后我们再来第3轮，第3轮一般是一个分水岭啊，我们就这样来第3轮做完。所有的朋友们，这一轮做完以后，如果说你感觉到火炉里面的温度已经稳定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把手静静的放在一起就行，整个身体放松，你就不需要跟着我念了。你把手放在这里以后，保持40秒到1分钟，1分钟以后自己转完2下就行，再保持40秒钟。那么如果第3轮转完以后还是没有感觉到火上来，那么我们再来2下啊。在第4轮之后的每一轮，只要你感觉到火炉里面的温度稳定了，那么我们就把手静静的放好就行，不需要再接着转了，因为这是一个引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有很多人会发现发热、出汗，额头、后背、脚底出汗，手里面全是水。这个水是什么？一会儿给你来说啊。这是咱们的第5轮，咱们一定要静静的感受一下火炉里面的温度，只要稳定了你就别转了，保持40-50秒钟以后自己转2下，再保持30秒钟啊。来第6轮。这个如果说你每一轮做完，火炉里面的温度都稳不住，那么我们就接着做，一共是做上8轮，每转2下都叫做添柴加火，柴火添得多，火炉里面的温度就跟得上。好，这是第6轮，然后我们来第7轮。很多朋友会问啊，老师这个动作是做什么用的？你记好，火苗只要上来了，我们这些冷的、这些潮的、这些水就怎么样，不能在我们体内过多逗留，它会以一种形式，就是你身上出来的这种黏糊糊的东西出来，一会儿你的额头上面、后背上面、手心里面都会有。好，来第8轮，我们这8轮做完，所有的朋友们，8轮做完，如果手上还没有温度，那么我们的手就这么静静的放住1分钟到1分半钟，直到我们的温度稳定。今天我们的引导就完成了。这个动作做完以后就会发热，就会出汗。你别看你坐在这儿什么都没动，但是它就会出汗和发热。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有的朋友们可能已经通过这个动作感觉到了，但是你手别分开，一定要做满时间。我把这个手分开给你们讲点东西啊。所有的朋友们，你看好，手分开以后，初次去做，手上会有水，这个水过一会儿会黏黏糊糊的，这个叫做浊。什么叫做浊？浊的意思就是浑浊，它是带着冷的，带着我们的小湿小寒一起出来的。头上面也会有浊，这种是油乎乎的黏黏的这种样的感觉。有的朋友做完以后，后背脚底都会出汗，这就是一种好的表现。咱们这个动作每天去练，刚开始的时候叫入门，就是你需要引导每天去转，但是你随着每天去做的加强，逐渐的手心当中的火苗大了以后，手只要这么一合，就会有这种发热的感觉。每天做上3分钟到5分钟，期间你也不用转，身上自然而然就热起来了。现在天气逐渐冷了，秋天了，冬天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方法学会。到了冬天以后，你出门手套也不用戴。很多朋友冬天不敢下水的，把这个方法念一念，手正常下水，还有更多的好处，你自己念着琢磨琢磨就知道了。我在这里呢也不方便多说，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当你身体当中的水小水小湿小冷特别多的时候，这个动作一定要记得去练，因为你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帮助是远远大于你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视频也好，直播也好，包括你们吃的也好，这个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去出发的，从里面往外让它走的。火苗只要上来了，这些水湿它是留不住的，通通都会往外走。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所有家人朋友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卫。你是不是已经有很久没有深度的放松过自己的大腿了？我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朋友吧，搜索就是大腿的肌肉比较紧比较的僵包括很多朋友讲这个下面往下走的这个经络不通，往下走的这个感觉寒气比较重。那么有很多人他是尝试每天去拉腿甩腿踢腿，
但是真正的能让我们腿部放松的这些方法讲的人确实很少很少。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深层的放松我们腿部肌肉的方法，这个方法你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到有一些难受，但是你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你的腿部的肌肉将会重新的恢复弹性，走起来路以后步步生风，感觉特别的有力量。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内容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感觉好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跟着视频内容一起放松我们的腿部。首先讲动作之前，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咱们把大腿分成4个面，分别是我们的内侧面、外侧面、正面和我们的反面4个面，我们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去做。来，先讲内侧面。内侧面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咱们用手可以捏一捏，有很多朋友捏起来是泡泡的，这个肌肉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我们把腿就这么敲好，敲好了以后，注意看，用我们的手肘压住哪里呢？压住这个地方从我们的根慢慢的一个点一个点的慢慢的压住往下。这个动作可以说是一个4两拨千斤都不为过。为什么？你看我们的手肘往这一压，你按照我的动作做压上去以后，你不要用力，把另一个手自然的搭上去，形成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有角度的一字形，对不对？往上一压，你都不要用力，身子稍微的侧一些，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我们这里钻进去了。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哎呦呦，对不对？很多朋友会感觉到特别的酸，特别的胀，我们只需要用我们的肩膀微微的稍微的动一动就行。所以这个动作一点都不费力，但是却能把我们大腿内侧这么厚的一个地方给它由里到外的给它松开来。所以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我们就这样去转，由我们的腿根部慢慢的往上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画圆，大家注意看这么去转，慢慢的往上来滑来转，再来往上。一定要记住，我们这条线由下到上走上一个3遍这样由下到上走上一个3遍就行。每个圆圈我们画个2、3下，慢慢的转。你们如果现在在看手机或者看电脑，一定要记住把咱们的视频跟着去做，跟着做完以后，你才能把这个动作记下来。好，这个动作就是4两拨千斤。那么我们一条腿做完了以后，先别着急我们把手放在我们大腿的内侧，然后慢慢的往下去抖上这么几抖，慢慢的去做一做，这样去做可以更好的帮我们怎么样开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腿脚的跟在胯慢慢的转，往下压一压，把这个胯打开。好，这个动作压上一个10下、20下就可以了。打开了以后，那么我们内侧的这个地方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内侧做完了以后，紧接着是什么呢？就是外侧。外侧怎么做？以我的板凳为例，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脚抬起来，你看这么一敲，敲在哪里呢？用这个脚跟去搭在我们的这个座位上面，你用手帮帮忙有的朋友他这个动作做不了，你自己用手这么稍微的帮帮忙把它放好。放好了以后，你看把我们的腿往回拉，这么一拉的时候，很多人后面这一个地方就会感觉特别的紧绷。然后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用手做小拳头一样，从下往上拍上来。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你把手这么一抱在怀中以后，慢慢的往上敲敲上来就行了。非常简单非常实用的一个动作，一定要记住，从我们因为我这里有个扶手我要没有扶手的话，一定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往上敲的慢慢往上。这个动作做起来以后感觉是非常棒的。好，从下往上做多少下？去做上一个10遍做上一个10遍。我们甚至可以带动着我们的小腿前面一直你看敲下来，从下往上到前面小腿这里敲下来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行。这个动作也是非常省力的，你做起来以后不会感觉累。好了，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你这个时候其实你起来活动活动，你就会发现你腿上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只做了一条腿，你2个腿一对比，你就会发现这个腿明显松了。然后还没结束我们正面和反面都有。先讲反面，反面比较难反面怎么去做？你看我们中间这个地方叫腘窝，看到没有？然后我们往下走，这条线你要用一个手形成这样一个山字形顶进去我教的所有的动作都是属于4两拨千斤，比较简单的。你看用手这么一戳在我们的腘窝里面把它卡住了以后，脚往前蹬，脚往上勾你看来
往前蹬，往上勾，1、2、3啊，做3下。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根大的橡皮筋在拉着，然后我们手再往下来移一些啊，1步、2步、3步、4步、5步，每一步都怎么样？顶住，你看脚往前拉，往前踢，踢个3下，好，再往下一些，再来1、2、3，脚一定要勾起来啊，来再往下，1、2、3，好，再往下，到下面放不了了就行了，2、3，好。这个时候你的大腿后侧就已经放松开了，一定要记住后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这个地方是什么？叫阴面，就是我们平常不怎么关注它的这条线，有很多人摸起来以后里面都像这个小鸡蛋小疙瘩一样，一定要用我们这个方法多做几次。那么很多朋友做完以后都会感觉到脚底发热，这是好不好？当然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打开了嘛。然后我们的正面就不用说了，正面特别是我们这个膝盖这个位置啊，你一定要记住正面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放松透。那怎么放松就更简单了，你可以用我们的手肘压上去，转圈往前推啊，这么转圈往前推。身子只要一斜，你把手这么往上一直放就可以了，就慢慢的顺着往前做啊。这个就是4个面，每个面有每个面的做法，而且这个面也不容易乱，对不对？我们这样去做就可以全方位的把我们的腿部放住。那么有的朋友他这个地方常年，比如说上下楼特别不好的，你找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在鹤顶，具体的位置啊，你就把手变成一个 C 字形，放在哪？放在我们的膝盖这个小盖子上方啊，大概你看这个腿这么一折起来，就大概这个位置啊，你放好就行，因为我们这个面积很大，不需要特别精准。手变 C 字形，然后把手往这一放，人往下一压，转就行了，这个手就固定住，不然你没有这个手的话，手会滑啊。手固定住以后转，慢慢转，去转多少下？去转上一个1分钟到2分钟，把这个地方给转的。哎呦，特别的酸，特别的胀。好，转完了以后，你再去走路，你会发现不一样啊。我们这4个动作做完了以后，你现在站起来去活动一下，你会发现你2个腿啊轻重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要深度的打开我们的腿，一定要用到这个方法啊。4个面，内外正反，每个方法都不一样，一定要记住，每天或者是1周你可以做个2次到3次，坚持做一做，你的腿脚的力量就会出来，你很多一些没有打开的一些经络也会被打开。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咱们的内容保存下来，讲的比较多，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然后同时身边有一些腿脚啊平常不怎么会做的朋友们，你可以把咱们的内容转发给他们，你的一个小动作会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会有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牛的动作啊！咱们有很多的人常年是头上像压着一个大石头一样，特别的沉，特别的重，整个这一圈啊都会感觉到非常的紧。不信的话，你用手啊跟着我推一推，有的朋友轻轻的一拨就能感觉到里面啊就像这个路不平一样，全是小石子。特别是秋天和冬天，咱们有的朋友啊稍微紧张一些，这半边都会感觉到像电钻往里面钻一样，这种感觉啊是非常的老人的。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民间的一个高人分享给我的方法。这个方法我尝试过很多次啊，每次当我感觉到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我都一做，做完以后瞬间都感觉到一下子就特别的清澈，整个人一下子就释放开来了。那么咱们这个方法怎么去做呢？你看好，跟着我的步骤一步一步来，你做完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时间非常的快啊。所有的朋友们，你看好啊，我们先把手变成2个手指啊，然后注意把这2个手指呢贴在我们的耳垂后方，就这样贴好。贴好以后，注意看我们食指的位置，你这么再拨一拨，转一转，你会摸到一个小小的月牙啊，咱们自己去摸一摸这个小小的月牙，你在这里转一转，幅度稍微大一些，慢慢的去转，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特别的酸，就是你一转起来就发现这个地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始点，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开关。我们把这个食指定位好以后，记住了，用我们的大拇指直接替代上
啊，比如说我食指定在这儿，我大拇指就要替代在这个位置，因为我光靠食指是不够的啊。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你看我们来找一下，把我们的手放上去，食指的位置微微转一转，你找一找，感觉一下，上下略微浮动一下，你就很容易能找到这个点，特别的酸。然后呢，我们把大拇指放上去，好，这2个点位，只要你学会以后你直接就可以定位到，非常的快。找到上面以后，记住了，我们4个手指啊，这4个手指一定要压住我们的头啊，把我们的手，你看大拇指就贴在这个位置，大拇指贴在这儿啊，然后我们4个手指压住头，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把手向里面去戳，向上去推，一定是向内向上，看好，向内跟着我的口号向上，向上怎么做呢？手一压就可以了，这么一压它就向上了，一顶，哎呀。整个感觉就感觉到非常的酸。好了，有这样的感觉以后，来跟着我的口号，我们慢慢的抬头，把头抬起来，把胸往上挺，抬起来挺上去以后，我们的手在后面就怎么样转，1下2下3下啊，来你看，来1下2下3下啊，虽然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非常的酸，但是请你忍住啊，然后我们慢慢的手别松，大拇指还是持续的发力顶上去，头慢慢的往下低，低下来以后，当你低不下去了，我们再来转3下，1下2下3下，好，这3下转完以后，再把我们的大拇指顶进去以后，慢慢的把头往上抬，好，抬上去以后，我们把手松开来。就这么松开来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你的眼睛都变亮了，而且整个人你活动一下，会发现完全不一样。整个脖子包括我们的头上轻松，有很多朋友第一组做完以后都会发热，都会出汗，感觉特别的棒。咱们这个动作啊是真的非常的牛，做完就有感觉，而且呢，我们每天做几组，做2到3组，我再带着大家做一次，这次做快一些，你看我们快速的定位到这个点。定位好，不会方法的你们往前拉一拉，看一看，手往上一压，好，定位进去以后，记住手一戳进去以后，往上这么一压，压进去以后来转1下2下3下，来头往上抬，抬上去以后1下2下3下，好，头慢慢的低下来，记住低下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慢，来1下2下3下，顶住再回来，这个动作就完成了。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所有家人朋友们，请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家里面身边有人需要帮助的，一定请记得转发给他。你的一个小动作会帮助更多的人。如果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帮老师打上一个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给老师的视频点上一个赞。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老背先老，养生先养背，这句话可不是乱说的。为什么我们的背部如此重要？因为在背后有一条主线，这一条线独一无二，而且呢，我们经常讲的2个字叫做升阳，也是从这条线上面往上走的。那么这条线叫什么呢？它就叫做督脉。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条线千万可别让它堵车了。它只要一旦开始堵车了，你就会感觉到整个背上面特别的重，就像压着很多的大石头一样。有很多朋友啊，常年的感觉到自己的免的一个力啊，它上不去，整个人呢特别的乏，特别容易感觉到后背特别的重，就是因为这一条线它堵了。那么我们有很多朋友啊都知道，在夏天要去晒太阳，晒完以后，哎呀，感觉后背啊特别的轻松，但是在了秋天和冬天却没有方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总不能去晒吧，你晒了以后，这个阳光也没有那么的充足啊，怎么办？我在这里教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这个方法非常的棒，你只要去做上一个2分钟到3分钟，你会发现整个头上面都开始发热，额头上面出汗，这就是把我们的阳给它升上来了。而且呢，你这条嘟字的这条线也会得到一个彻底的打开。那么关于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的内容收藏下来，同时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好了，我们现在来开始讲内容。首先呢，咱们要找到一个点，就是大椎，这个地方就是开关。大椎在哪里呢？我们脖子一低，手往脖子后面一放一摸，这个凸起来的点就是大椎。为什么要找到大椎呢？它是一个大的关卡，横着纵着交合之点就是大椎。那么我们这条线就是我们讲的
督脉，这条线也是一个小电梯，我们的阳就会慢慢的顺着这个电梯往上走。但是如果你的大椎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重要的关卡，它没有打开，那么这个地方就会怎么样？你的阳就上不去。很多朋友啊，常年脖子这里啊，它没有温度，你摸摸自己的脖子没有温度。总是怕吹风，特别是到了秋天、冬天，必须要穿着高领子的毛衣，就是因为你的这个阳它上不去。阳光只要上去了，你会发现脖子上面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所以今天讲的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大家注意看啊，看好我的手型，一定要成这样的一个姿势，手中间能够塞进一个乒乓球，前面呢是一个小铲子。然后我们记住一个口诀，叫4分力的铲，5分力的拉。拿我的手臂给大家做个演示啊，你看，来4分力的往下，它会带着我们慢慢的往下走，像个小铲车一样。注意中间的手掌始终不要碰到我们的脖子，不然的话，你这么一碰一搓下去，后面的话它吃不住的，就容易秃噜皮。所以呢，我们就4分力的铲下去以后，张手5分力的拉。就记住这个口诀，我在后面马上演示给大家看，你们跟着我一起去做。我们做上1分钟到2分钟就会发热出汗。我们做上3轮，做之前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身边有精油的，在手上抹一些精油；如果说有这个润肤乳的，也可以抹一些。实在没有的，你就直接跟着我做。后面的话不行的话，你拿这个炒菜的油抹上2滴，在我们的指尖就可以了。所有的朋友们，我把身子转过来，你们跟着我去做啊！你们是在里面直接手在里面对着我们的大椎去做，我手在外面演示给你们看。来，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看好啊！把手从上往下铲下去，4分力的铲，张手往回拉，5分力的拉。来，1、2、3，慢慢的下去，5、6、7、8、9、10。好，这10下做完，我们就换手，换另一只手。继续做10下，这个动作一定要讲究的是左右手一定要协同，就是我们左手10下，右手也做10下，来6、7、8、9、10，好，两手都做完10下，咱们为一轮，这一轮就做完了。做完这一轮以后，紧接着第2轮开始，同样的4分力的铲，5分力的拉。注意，你整个过程当中，你的手掌啊，不要碰到我们的脖子啊！来，5、6、7、8、9、10，大家一定要记得跟着我的视频的节奏一起去做，千万不要就光看，因为你光看你是看不出来东西的。我说的出汗也好，发热也好，整个人感觉到热了，你是感觉不到的。饭菜好不好吃，一定要自己去吃一下，尝一下才知道。我们左右手各做10下，这就是第2轮就做完了。讲一下动作的细节，我们除了要掌握4分力的铲，5分力的拉，还要注意整个时候做的时候，脖子别这么坑着啊，整个人别这么弯着腰，胸挺起来，头往上微微看一些，这么去做。有很多朋友说，老师，我做这个动作，我总感觉我这个手啊，我够不着后面怎么办？一只手能够着，一只手够不着，或者2只手都够不着的，你把胸打开，坐着。你记住，它是锻炼的动作，它能练到我们的肩膀的。你坐着坐着就能打开了，这就是咱们的第3轮。第3轮咱们做完也做完了，一般来说3到5轮啊。我们去做的话，3到5轮，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发热和出汗的感觉。我再带着大家做一轮，从正面去做，我们就这样慢慢的从前往后做上10下。做完以后再换手10下，这样就是第4轮。你看5轮很快，一般就2分钟左右，是不是？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发热了，已经出汗了。如果你有的话，你一会儿做完结束了，评论区下方帮老师打上一个热的，你就打热；出汗的你就打上一个汗字啊。如果你感觉有用的，一定要记着给我们的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咱们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去做，给大家讲一下啊。每天白天做上3轮到5轮，白天的时候去做，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是能对上我们的时辰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也是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小太阳往上去提。当我们的这条线已经完全的上去了以后，
你的阳就能上去，所以你会出汗，所以你会发热。我们的动作幅度一点都不大，有很多朋友说，老师我跑步15分钟我都不出汗，但是我跟着你这个动作，我就做了1分钟2分钟，我感觉到发热出汗了，出的还是这种像油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你的阳上来了，它会把我们以前聚在这的冷的潮的东西怎么样，以浊的形式。3点水一个虫，那个浊啊，浑浊的浊，把它往外去请走啊，让它出去。所有的家人朋友们，这个动作一定要经常做，做一做什么东西高？你的免字开头的加上一个力，中间自己理解一下，它就会往上去升啊。所有的朋友们，这个动作一定要记好。今天的内容也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湿气越重，你的身体就越弱。咱们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做，但是还是感觉累，往这一坐也累，做什么事都没有劲，每天的身体都变得非常的疲劳，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都是湿气在作怪。我们以前古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可以说这个湿气是非常难以去除的。但是今天只要你把咱们的视频从头看到尾，你就会发现这个湿气并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难。有的时候方法找对了，你会发现湿气去除也是非常容易的。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一套道家的方法，一个呢是9把火，一个呢叫扶阳七君子，两个呢都是从足底上面做功夫。为什么这么说？你记住一句话，叫做湿气喜聚足底，涌泉为其泄口。涌泉通则湿气散，阳气生；涌泉堵则湿气聚，阳气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找到脚底的涌泉，教大家2个方法，把它粘合在一起以后，你会发现湿气一天比一天少。那么首先先讲一个9把火当中的搓地火，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搓地火这个动作非常的牛，主打的是引火下行，心肾相交。那么我们要做一件事，就是在搓之前先把手上给转热。大家像我一样，把手这么来回的转，来回左右的转，手掌中间感觉到微微的发热就可以了。有的朋友如果说感觉不够的，把手多转几下，感觉到热，感觉到烫，我们就可以了。有了这种热和烫的感觉以后呢，我们把手上中间的劳宫对准到脚底的足心涌泉者足心也，就对着这儿。很多朋友说，老师我这个地方找不对怎么办？非常简单你看手掌的宽度刚好和我们脚底中间这一节非常契合可以说是严丝合缝，手往这一卡就行。一个手对在这儿，另一个手呢把我们的手掌你看对在我们脚背这里，把它这么一放，其实非常简单，2个手一合，像拍手掌一样，是吧？拍上去就行了。把手扣住，扣住了以后，大家看好，保持30秒钟，不要小看这30秒钟。所谓的引火下行，就是把我们刚刚转出来的热，通过我们脚底的涌泉送进去。可能在这里很多朋友会感觉到，这个听起来有点雷声大雨点小，我这样去做我也没感觉，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你们跟着我做完这个动作就知道了我们30秒钟这个时间一定要静静的等待，大家跟着我一起放，我什么时候把手松开来，你们什么时候把手松开来。所有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动作是重中之重，一会儿做的过程当中你就能感觉得到。好了，30秒钟到了以后，你看把手松开来，然后一定要记住，对着脚底的这个手抠住这个边，另一个手呢，你看搭在这个上面，然后把手去转，这么去转。转的时候一定要记好，它是有技巧的。手是抠住我们脚的边，握拳下来，2、3、4，大家跟着我去做。我们做多久？做大概在1分钟。在转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身体开始热起来了，头上、后背，包括我们的脚底，都会发热。有了这种热的感觉就非常好，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引火下行。一定要记住，涌泉是一扇门，一定要把这个门给打开，为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做一些铺垫。这个地方的火只要进去了以后，慢慢的就会把我们这个涌泉的门打开，把周围聚在这里的一些水一些湿慢慢的散去。我们转的时候，如果有脸上发热了，头上热了，包括后背热了，这都是非常好的。每天晚上去做这个动作一定要记住，一个脚是1分半，2个脚是3分钟。你按照咱们这个方法，特别是很多朋友上面热的，下面寒的、冷的，你一定要做一做这个动作把这里转到发热了以
后发烫了以后，咱们就可以停。你比如说1分钟不到我就烫了，我能不能停？当然可以停了啊。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做到这儿，做到这儿了以后，我们记好了。如果你发热了，这只是过程当中，做完以后，这脚底就会有一把火在这儿，你用手背碰一碰，会发现发烫，有烫的感觉就对了，这个火就会在这里一直烧着，一直工作，哪怕过了30分钟，脚底中间还是热热乎乎的。这个动作呢，就是道家的搓地火，一定要把我们涌泉这个大门给打开。打开这个大门以后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准备扶阳七君子。大家千万不要嫌这个方法麻烦，因为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用了。所谓扶阳七君子，就是通过这个阳把它打入到我们的脚底，让我们的阳上去。阳只要一能上去以后，我们的湿就下来了。记住这句话啊，湿气喜聚足底，涌泉为其泄口。涌泉通则湿气泄，阳气生；涌泉堵则湿气聚，阳气散。可以说涌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我们通过搓地火打开了涌泉这扇门，然后呢，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阳给它升上去。这个时候，我们的湿气就自然而然的会慢慢的流出来，而且这个湿气出来了，我们都能看见。这扶阳七君子是什么呢？我拿出来给大家看，因为现在你自己做会非常麻烦，所以呢，直接可以用我们师门当中的成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施足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赶走了顽固的湿气。这个上面就写着扶阳七君子，分别是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这么7样，组成了这个小小的一个足贴贴片。这个贴片呢，我们每天晚上就贴在我们的脚底涌泉之上，然后呢，睡醒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撕掉了。咱们这个贴片千万别小看它，里面是满满的中草精华，你轻轻的用鼻子一闻就能闻到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在我们的睡觉的时候，涌泉这个大门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七君子的力量给它吸进去，同时呢，聚在脚底的这些湿寒之气，因为抵挡不住这么强烈的太阳，就会从我们的涌泉当中流出来。所以我们当白天把它撕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沾着一层黑乎乎黏稠稠的东西。我自己呢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啊，给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当我第一天把这个扶阳七君子啊这个足贴撕下来的时候，上面就已经一层黏黏糊糊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原来我自己身体当中的湿气这么重，原来这个颜色会变得这么深。但是随着我每天贴每天撕，发现上面逐渐的干爽了，颜色也变得一天比一天浅。随着颜色变浅，你会发现湿气只要没了，你的身体上面就有力量，整个人会感觉到有劲。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下午不午睡的，原来湿气重的时候，每天做一些事就感觉到累，下午必须要睡觉。但是我贴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下午不用睡觉了，这个就是我很直观的一种感受。坚持一段时间以后，脚底上面就感觉热热乎乎的。其实咱们今天讲的这一套方法真的是非常的好，你把这一套方法用上以后，你会发现湿气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难以去除。我们其实很多朋友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一定要记得选择对的东西，配合咱们今天的内容，一定会让你有一个新的改观，让你找到一种真正的捷径。好了，我把这个南施足贴放在我们的橱窗当中，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去下方直接获取。那么今天的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所有家人朋友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有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冬天手上就开始不对劲了，要不然就像一个大冰块一样特别的冰凉，要不然这个手指前端就会有一些小裂缝。咱们今天教大家一个特别牛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说是从深处把我们这些红色的水一点一点的去引导到上面，而且你做完以后不仅会感觉到手上面发热，而且呢对于我们上面有一些小裂痕的都能带来非常好的帮助。这个动作咱们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这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好了，咱们现在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咱们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其实非常简单把手这么伸起来伸起来。你注意看我们这条线手肘的这个肘横纹这个位置，我们把小拇指贴着我们的肘横纹放，大拇指自然而然的绕在我们的后方，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手这么一握就上来了。记好了，这个动作特别有意思，就像一个充气泵一样，我们把手把它一捏住了以后，开始往下打气。记住，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它里面有一种巧劲。什么巧劲呢？不是让你上下这么去动，而是捏住
把它捏住，像挤着海绵一样，从侧面看往前去走，看捏住往前，2、3、4，用力的时候都是在往前的时候，你看我手的变化，用力的时候都在往前啊，慢慢挤着往前推。你在做的时候，你的手掌上面就会有感觉，慢慢的会发现逐渐的热了，热乎乎的，你看就这样慢慢的帮助它。这个动作就像一个打气泵，不断的往前打气，只不过是人家打的是气，咱们打的是什么？记好了，气为什么之帅啊？什么为什么之母啊？大家想一想这句话，我们把这个气打过去，我们红色的水就跟着过去了。大家看好这个动作，我再做个10秒钟，给你看一下变化啊。很多朋友说，老师，我看你做都是图个热闹，你千万别这么想。把这些动作方法自己做着跟着我感受才是实在的。你感受到这个动作的奥妙之处以后，你自然以后就会记得，而且就在秋天冬天去做。现在手上是不是热乎乎的，有这种感觉？你看好啊，我现在把手松开来给你看啊，看哪些地方，看我们的末梢啊，这个末端，看这个位置的一个小小的凸起。你看我2个手比一下给大家看，有没有发现两边不一样？这个手开始变得鼓一些，看这个位置啊，这个手也是一样的，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变得鼓一些？来看一下，近距离的你们看一下，是不是鼓出来了？看我们的小拇指也能看出来，2个手的颜色，来看一下，也能对比出来我们这个手啊。你做完以后，你手握拳头，2个手握拳头，你会发现力量不一样大。记好了。这个红色的水它往哪里去流，哪里去流的比较的多，那么它带来的热量、能量、颜色都会不一样。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另一个手也是一样做，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带着大家做完，我们最后还收一个小尾巴。怎么去收？做完以后把你的手像我这样转起来，4个手指动，小拇指往后，然后其他手指往前，大拇指是不动的，不用管它，就动4个手指，这么做就行。在做的时候，这个地方它看到没有，上下在动，2个手叠在一起去做啊，上下在动，这个位置上下在动，它就像一个提升泵一样。你只要做了，源源不断的水，刚开始是被动的，你去挤下来的，现在是怎么样把它往上提？一定要让它上去，它只要上去了以后，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小循小环。跟着你的手上面就热了。这个动作我们去做上一个30秒钟到1分钟。很多朋友刚开始去做10秒钟就酸了，为什么？常年这个地方不工作，它不怎么去动，你去动一动啊，坚持把这个动作做完，你会来感谢我。这一套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如果你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一定要点上一个赞，并且帮咱们的视频打上有用2个字，然后呢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所有家人朋友的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如果你常年被湿气所缠着、所困着，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一定能够帮助到你。我们首先讲一下什么是湿气。湿气呢，用现在的人理解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啊，每天都会不断的产生出来，它是一种代谢出来的一种产物。但是有的人呢，他能让湿气啊顺利的排出去，比如说通过我们的汗。通过我们底下啊，通过我们的脚底，那么有的人呢，你会发现它就会一直聚在这里，而湿气呢聚多成痰。比如说它聚在了我们一个地方，它不走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摸起来都能感受到它会以像水一样的形式聚在一起，可能像一个小疙瘩，可能像一个小包，也可能呢摸起来以后啊，就像一个小鸡蛋在里面滑动一样。这种呢其实都不打紧，但是一旦到了天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湿水和这些冷的东西啊就聚在一起了。有的人在这个小关小节的地方一活动，就会发现到哎呦呦。有的人在肩膀上，有的人在膝盖上，有的人是在后背上，他总是感觉到缝里面发酸。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湿和寒，它一起狼狈为奸进入到我们的关节当中。其实湿气啊，还更多的还会缠在我们的5脏6腑当中，特别是我们的脾胃。脾弱则小湿小寒就重，就会缠在这。那么小湿小寒一重呢，你脾饱胃饱又会更弱。所
所以呢，我们一般说水水湿湿一重，它就会聚在这，表现出来的就是你舌头一伸，上面厚厚白白的一层，同时出来的黏黏糊糊的，而且湿气还喜欢往下走，它最终的归宿啊会归到我们的脚底，所以我们说脚底是一个大本营，它如果往下走了，你就会发现，哎，上面是热乎乎的，下面反而会感觉到特别的冷，特别是到了秋冬2个季节，你会发现摸起来一点温度都没有，人家穿一个毛裤就够了，你要里3层外3层，而且里面没有一点热量，这都是我们湿湿水水往下走所带来的。那么有很多人说，老师你讲了这么多我都知道，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那有什么办法呢？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是反反复复。其实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你的眼光只聚焦于去湿气，而没有想到另一个东西叫做阳气。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记住一句话，湿气和阳气它是一种相互制约的，也就是说，当太阳往上升的时候，我们的阳光足了，这些湿湿水水它是聚不住的，它就慢慢的流走了。那么如果我们的湿湿水水越来越多，像乌云一样遮天蔽日，那么这个阳光它就始终升不上来，那么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就会不断的积累更多的一些湿湿水水，怎么办呢？其实答案就在脚底的涌泉。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句方法，这个方法呢来自于古籍当中，同时一句古语呢也能把它概括下来，叫做湿气喜聚足底，涌泉为其泄口，涌泉通则湿气泄，阳气生；涌泉堵则湿气聚，阳气散。所以涌泉这个地方，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建议你搓脚也好，泡脚也好，都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记住了，这些方法都不是一个完全的方法。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用完以后，包括很多家人朋友们用完以后都说好的方法，就是去请上扶阳七君子。什么叫扶阳七君子？我在这里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湿足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请走了顽固的湿气。上面呢就写着扶阳七君子，给大家读一下啊：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就这么7样。这7样组成的就是我手上这个小小的贴片，每天晚上把它贴在我们脚底的涌泉，白天就可以把它撕下来。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水气啊逐渐的就出来了，而且你整个身体的状态逐渐就开始不一样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扶阳七君子，你会发现它是我们日常当中都听过的，而且都是有响当当名号的。比如说老姜、艾绒、桂圆、花椒。老姜、艾绒就像太阳一样，它是帮助我们生热的，把我们的这些冷的东西给它散出去。花椒和桂圆，一个呢它是入我们的脾宝，一个呢是能够窜走在我们的这些主线当中窜走，再加上桂枝、当归、丹参，这些都是温阳，能够帮助我们往上升阳的。所以这7位君子组成在一起，各有神通，把它们组成在一起的这个小贴片贴在脚底，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能把我们的小太阳从足底当中慢慢的升起来，把一些水的气从我们的脚底把它请出去。其实这个扶阳七君子啊，我自己也贴过一段时间，我给大家讲一下。有段时间啊，我自己总是感觉没有劲，每天都感觉到特别的累，然后我自己呢看了一下舌头啊白，然后而且出来的黏黏糊糊的，我知道啊，这个身体湿气当中重的，我也没有吃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把这个扶阳七君子每天贴在脚底，我贴了一段时间。当我第一天我把它撕下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惊讶了，上面沾着一层黏黏糊糊的黑色的东西啊，特别的脏。然后我撕下来以后，我一看上面都黏的，然后坚持我贴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哎，上面的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逐渐的变得干净了。这个时候我知道了啊，这些都是从脚底流出来的这些湿水，它被这个七君子给它请出来了。同时随着颜色变浅，我每天都感觉到哎，身上仿佛这个力量就用不完，身上有劲了，吃进去的东西出来的也不是那种成不了形的。所以呢，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方法选对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把这个南师足贴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橱窗当中自行获取。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选择对的方法永远比你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靠谱得多。特别是咱们这个方法已经分享给很多的粉丝家人朋友们，有的朋友啊，他把那个照片发过来给我一看，我自己看着都是惨不忍睹，但是他们用完以后都竖起了大拇指，这是很多人的一种选择。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咱们来讲一下膝盖。现在天气逐渐变冷了，很多朋友也隐隐的发现膝盖这个位置开始出现一些端倪啊，很多朋友感觉这个位置啊隐隐的有些不对劲，有的是风往里面去，往里面呼呼的钻，有的是一走路以后啊，里面就开始这种咯噔咯噔的声音啊，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大。我们要知道，膝盖不好的话，是让你进入到一种非常两难的状态。怎么两难呢？我们任何一个地方，但凡比如说我们的膀子，对吧？那我如果这里受伤了，我就不动了，是不是？我不动了，我静养还不行吗？那膝盖不一样，它这个位置处于的地方非常尴尬。它只要出现了不好，那你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毕竟你不能每天都躺在床上。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很多人讲的练膝盖，每天他靠着墙去深蹲，靠墙蹲，或者是每天做固定的一些训练，反而有的人担心怎么样，里面过度的一个磨损，加剧了膝盖上面的问题。而且很多朋友他实打实的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呼呼的往里面吹，怎么去办啊？今天大伟教你一套方法。这一套方法不用你跑，也不用你跳，你跟着我做完以后，你放心跑，放心跳，感觉就像膝盖年轻的20多岁一样。咱们话不多说，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咱们一起来看动作。这个方法呢并不难，一共3套动作，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先开始的准备工作，我们把双手放在一起，这么转，来回的转，转到手心发热为止。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转上一个6下到8下，热了或者烫了都行，以烫为好。次之呢就是热啊，你热了烫了其实都可以。那么只要你手心上面发热了或者发烫了，我们把我们的掌心就这么对着我们的膝盖，我把腿抬高一些啊，你看手放在上面，来回的上下搓。这个膝盖的角度很重要，你千万不能说膝盖是弯着的，你可以把膝盖稍微直一些。你看我膝盖一伸直，这个地方是有2条明显的马路的，看到没有？那么我们要做的就顺着2条马路上下这么去搓。要不要抹油？不需要抹油，就这么上下去搓，搓到发热，搓到发烫，和你掌心的温度相同，就这么去搓。搓上多少下？一般来说的话，30下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就这么去搓，搓到发热。那么我们做的时候，腿是略微的有些伸直，不用完全伸直，就这样去搓。你看我抬高一点给大家看，手这么放好，上下搓就行。啊，但是一定有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裤子一定要裸起来，把这边暴露出来，然后呢，或者是你把脚在泡脚的时候，一边泡脚，你看腿往前伸一些，一边这么去搓啊，就按照这个姿势来。好，搓完以后，你的此时整个膝盖的面部会感觉热热乎乎的，感觉非常舒服。然后我们去找2堵墙，也是2把锁，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是在下方这个位置啊，就在我们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它叫内膝眼和外膝眼。那么这2个位置其实非常好找，你看我腿来回伸直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个小凹坑，有个小窝，你们自己去摸啊。这你看这个位置有个小窝，腿放平了，这个曲起来也能感觉到2个小窝。找到这2个小窝以后，用你我们的这个大鱼际啊，直接对上去，把大鱼际对着这个小窝上面，你看这么对好。来回的拨一拨，把大鱼际卡在这个窝上面，上下拨一拨，它是明显的有个窝啊，左右这么转就行了。手要往里面微微发力啊，你看从侧面看，手往里面微微的发力，往后带一些，左右转，把这个地方给转开。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里面是咯噔咯噔的响啊，感觉哎呦呦的啊，这个有一些不好啊，不适，甚至有的朋友做的时候，哎，说老师我脚底都有感觉，很正常啊，把这个地方给做开。做开了以后，你去验证一下，咱们这个动作做完验证一下啊，腿这么活动，2个腿都怎么样？这么弯一弯，活动，哎，你会发现左右腿开始出现怎么样差距了？一个腿感觉更轻，一个腿没做的感觉更重一些。好了，有这样的感觉，证明你这个动作做的是没有问题的。
紧接着我们要找到上面2个点，膝盖是弯着的啊，弯着以后找到上面2个点，在哪里呢？你看非常简单，我们把手自然的就搭在膝盖上，就这么放好。大拇指可以指着我们的髌骨上缘，就是这个小盖子啊，小盖子的上方，手正常自然搭着就行。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大鱼际啊，这个大鱼际你看指上去以后往下压，压住以后往内这么转，那你看往下压，然后转，这么转啊，就这么转。你看从侧面看一下，你看压下去以后往前推，转一下回来，压下去往前推，就这么转，来回的就这么做。你把这2条大筋给它松开来，一定要记住这样做。那么有的朋友说，老师，我这个腿上啊，确实啊，这个比较的嫩啊，不像你啊，皮糙肉厚的，我手上抹点油行不行？可以抹油啊。这个动作可以抹点油，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比较的嫩啊。有的女性朋友啊，她做的时候，你手上抹点油保护一下，那么就这样转，慢慢的转下来啊，往前推一推。你看下来以后一定要往前送一下，再上去，再下来，画一个圆。其实这个动作累不累呢？倒是不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下去，你看身子往下一沉就下去了，往前一推再上来，完全是靠我们的身体和手腕的力量就能做起来啊，一气呵成。好，做完10下到20下以后，你再怎么样，再去活动活动啊，非常简单。咱们做完10下、20下以后，你把你的膝盖起来，再这么活动活动，你会发现这个腿啊完全不一样了。这边我们做的就感觉很轻松，而另一边就感觉很重啊，很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作只要你坚持去做，你会发现你的膝盖不仅怎么样不怕风了，而且呢你走起路来有劲了，膝盖里面有力量了。这就是今天咱们讲的干货，咱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做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大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家人，身边有一些问题的朋友啊，你把它分享出去，别人也会很感激你。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每天都会感觉到自己很累很乏，即便什么事不做，身体都特别的感觉疲劳？其实我告诉你，很有可能就是湿气在里面作怪。湿气重的人啊，其实你要分辨起来真的是非常简单。首先你把舌头伸出来，舌头上面如果白如霜，而且这个舌苔特别的厚，旁边2侧有齿痕，这个都不用跑了，都是湿气重。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出来的这些东西，有的朋友他出来的比较结实，而有的朋友他出来的是黏黏糊糊的，像水状一样，这些都是什么？湿气在里面作怪。湿气只要一重，人啊就会感觉到特别容易没有精神。这种情况啊，你记住一句话，叫做天寒易去，易湿难除。很多朋友被缠着5年甚至10年以上的都有，而且都是反反复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今天教你一套非常牛的方法。这一套方法分为上下2步，你把它2者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些湿湿水水一概不留。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脚底上面就有一个开关，叫做涌泉。那么我接下来先从动作开始演示。首先先看一下咱们的涌泉在哪里，涌泉者足心也，这个就是涌泉。然后我们要去怎么做呢？把你手掌中间的这个点叫做劳宫，劳宫对上你的涌泉，另一个手把我们的手掌中间的劳宫对着我们的足背，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进行一个反复的一个搓拉，就这么去做。所有的朋友们，你记住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去做？晚上去做。而且我们这个动作只是一个前奏，你需要把涌泉这个口打开。你记住一句话啊，叫做湿气喜聚足底，涌泉为其泄口。涌泉通则湿气泄，阳气生；涌泉堵则湿气聚，阳气散。涌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它里面不仅仅可以把我们的湿湿水水请出来，还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这个阳啊往上升。我们手在做的时候，其实就讲白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讲的心肾相交啊，就这么去搓。你搓上1分钟，你会发现额头后背发热，脚底发热，这就是涌泉这个口给打开。但是光打开没有用啊，你光打开以后，你还得用我们接下来的方法啊，记住这个方法是一套的，成体系的，帮助了很多人1+1大于2。我们这样搓，大家跟着我搓完1分钟以后就能感觉得到。所有朋友们，你记好，搓的时候一定是来回这么去转
啊，只要你感觉做了1分钟，脚底热起来了，额头后背有一些微微的出汗，这就已经打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下一个步骤。脚底搓完发热以后，大家记住，这叫升法，就是用你自己的能量把它升起来，但是这个能量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请一些外援。这个外援叫什么？就是扶阳七君子，听名字就感觉非常厉害。什么叫做阳？大家一定要记住，它和我们的湿湿水水是相互制约的，就相当于我们只要把阳只要上来了，太阳高照，这些东西啊它都藏不住，都怎么样？悄悄的溜走了。但是反之，如果湿气成型，成这个乌云密布，把我们的阳光遮挡住，那么我们的阳就上不来。所以当我们自己把阳上来了以后，再请一些外援扶阳七君子以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些藏在里面的老的一些湿湿水水，老的这些寒的冷的都把它请出去。那么这个扶阳七君子是什么呢？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湿足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请走了顽固的湿气。上面呢就写着扶阳七君子，给大家读一下啊：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就这么7样。这7样组成的就是我手上这个小小的贴片，每天晚上把它贴在我们脚底的涌泉，白天就可以把它撕下来。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水气啊逐渐的就出来了，而且你整个身体的状态逐渐就开始不一样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扶阳七君子，你会发现它是我们日常当中都听过的，而且都是有响当当名号的。比如说老姜、艾绒、桂圆、花椒。老姜、艾绒就像太阳一样，它是帮助我们生热的，把我们的这些冷的东西给它散出去。花椒和桂圆，一个呢它是入我们的脾宝，一个呢是能够窜走在我们的这些主线当中窜走，再加上桂枝、当归、丹参，这些都是温阳，能够帮助我们往上升阳的。所以这7位君子组成在一起，各有神通，把它们组成在一起的这个小贴片贴在脚底，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能把我们的小太阳从足底当中慢慢的升起来，把一些水的气从我们的脚底把它请出去。其实这个扶阳七君子啊，我自己也贴过一段时间，我给大家讲一下。有段时间我自己总是感觉没有劲，每天都感觉到特别的累，然后我自己呢看了一下舌头啊白，然后而且出来的黏糊糊的，我知道啊，这个身体湿气当中重的，我也没有吃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把这个扶阳七君子每天贴在脚底，我贴了一段时间。当我第1天我把它撕下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惊讶了，上面沾着一层黏糊糊的黑色的东西啊，特别的脏。然后我撕下来以后，我一看上面都黏的，然后坚持我贴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上面的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逐渐的变得干净了。这个时候我知道了啊，这些都是从脚底流出来的这些湿水，它被这个七君子给它请出来了。同时随着颜色变浅，我每天都感觉到身上仿佛这个力量就用不完，身上有劲了，吃进去的东西出来的也不是那种成不了形的。所以呢，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方法选对真的是非常重要。我把这个南湿足贴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橱窗当中自行获取。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选择对的方法永远比你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靠谱得多。特别是咱们这个方法已经分享给很多的粉丝家人朋友们，有的朋友啊，他把那个照片发过来给我一看，我自己看着都惨不忍睹，但是他们用完以后都竖起了大拇指，这是很多人的一种选择。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头上啊经常发沉发闷，每天啊迷迷糊糊的，或者是只要是天气变化，刮风下雨的，这半边啊总是感觉嘟嘟嘟啊这么跳着，感觉特别的疼，那么你一定要记住，在我们的头脑后方这个地方有一把锁，有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这把锁都慢慢的生锈了，都粘在一起了，紧上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它打不开了，经络完全堵上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教大家一个方法，叫做八字锁，也是一个解锁的方法。头脑后面的这把锁，只要把它解开，你会发现一下子有一种气往上去冲，整个人一下子会感觉到无比的清爽啊，无比的神气。好了，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咱们现在就开始讲解动作。
首先，咱们先来讲一下八字锁。什么叫八字锁？你看我手的一个手势，这个就叫做八字锁，像一个八一样。那么八字锁手只要一伸出来，你就会知道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两个手指竖着的两个手指对着我们的耳朵后方啊，上下去推，就这么去做，3分力左右，别用太大的力，两个手同时去做。我带着你们一起做啊，做个20秒左右就行了，20到30秒，你也可以数啊，20到30下，上下为一次，我们做20下就行。咱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头发长，说老师，我做这个动作我做不了怎么办？你拿你的小拇指这一侧贴上去，一定要贴着我们的耳朵这个边缘啊，贴上去以后，小拇指上下啊捣鼓2下就可以了，就这么去做啊。如果说你可以去上下推的话，你就跟我一样上下推，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看得更加明显，就这样去做。好，20秒很快就过去，我们做完了以后，把手松开来，你自己先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后面有一些空空的感觉，还蛮舒服的。但是其实这个时候的感觉呢，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或者并不是一个持久的。我们必须要把整个八字锁做完，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大拇指这个地方对的是哪里呢？对的是我们头脑后侧的一条线。我们给大家把它称之为叫风池风府。你看，把我们的手掌张开来，大拇指就这么平着啊，然后把我们的中间对着我们的耳朵这么一压。压下去以后，你们看这个大拇指所指的这条线，就是我们要做的这条线，非常简单哈。手压着我们的耳朵，大拇指贴上去，就这条线。好，这条线我们先不用做它，我让你感受一下。我们把手2指放上去啊，手就这么放上去，放在这里以后呢，你记好啊，非常有意思啊。你眼睛在动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睛闭起来，左右动，啊，微微动，转圈。这个后面都会有一些小的绳索不断的跳出来，你看有没有啊？这个地方其实和我们的眼睛也是相连的，我们把这条线打开，眼睛也会亮。你看怎么去做啊？我们找到了这条线以后，你看2个手一搭啊，这个线就出来了。那我们男性朋友一般是怎么做呢？是这样去推啊，从我们的耳朵外侧这个地方啊往内去这么去推一条横线。女性朋友怎么做呢？女性朋友头发长，这么去推就不好做了，一般是跟着转啊，你们跟着我转，我带你们转完，从外到内我们转10下啊，这么转是转10下，推是推20下啊，所以呢你自己看，你选择到底是转还是推。你看我这个已经做完4下了啊，所以女性朋友呢可以跟着我去做，我们这个已经第5下了，就慢慢的来，你跟着我去做，我做的可能会比较快一些，因为这个动作呢我自己也经常做，像我有时候累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个动作做起来啊。第8下好，第9下好，第10下，你看就这样慢慢的转过来，男性朋友就这样推。好，动作做完以后，你记住有个点睛之笔在哪里，就是我们2条线的中间，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大家看好啊，就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小凹坑，你点进去以后，头上下动一动，左右动一动，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个小凹坑。我们把2个手指点进去以后转，啊，顺时针，头抬起来一些，往上昂一些啊，顺时针转5下。好，转完5下以后，逆时针再转5下，就这么转，把这个动作做完啊，顺时针5下，逆时针5下。好，做完了以后，你来再感受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感觉到一做完以后感觉好了，状态好了，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们的这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有精力去做这个动作。因为现在网上分享动作的人太多了，真假难辨，好不好是不是真东西，咱们做完了以后打上有用，帮助更多的人。感觉好的啊，你也可以评论区下方帮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点上一个关注。咱们很多人做完以后，是不是感觉眼睛变亮了啊？头上感觉轻松了，就是这样的感觉。你一定要记住，但凡是压着大石头的啊，这个你每天重重的、沉沉的啊，动不动半边就这么就嘟嘟嘟，它有这种跳着的这种疼痛感的，那么你就把后面的这个八字锁做起来，每天去做上一个2到3遍，咱们可以把它分开来，早上做1遍，下午做1遍，晚上的话看自己的状态，你也可以再做1遍。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甩手10次不如拿手1次。拿手呢，来源于道家，是道家的一个绝活。我们很多人练完了以后啊，都会感觉到自己身体啊完全打开了，原来有一些紧张的不通的地方，也会一下子感觉通畅了。所以很多人练完以后就感叹，哎呀，我甩手个10下20下，真的不如做拿手这么1下。
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好？其实拿手的动作原理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字抻，抻筋的意思，把我们身上原来一些打不开堵着的地方，把它像皮筋一样的慢慢的拉开。所以这个动作在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去练习啊是非常的好。说的再多啊，不如咱们自己啊体会一把这个拿手。那么话也不多说，大家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马上呢，我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拿手是如何打开我们整个身体当中的经络的。好了，我们一起来看动作。首先，咱们来讲一下关于拿手的动作要点。首先，第一件事啊，我们的手腕要时刻和我们的这个小臂啊保持90度，就这么折起来，像我这样啊折起来，五指呢是并拢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手肘啊，始终要保持伸直啊，尽量保持伸直。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会经常用到一个词，叫什么？叫手腕的口，叫腕口。腕口一般朝着哪个方向，我们的手啊就往哪个方向去挥。来，大家跟着我做一下。我们把手你看折起来，然后呢放在下方，指尖朝着前方，腕口朝着后方，然后我们把手这么转。啊，跟着我做，腕口朝前，慢慢的把手，你看腕口朝前了以后，手往上伸，伸起来以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看好啊，我们把腕口要对着外侧这么转过来，对着外侧以后，你看像开窗户一样，我们把手这么慢慢的打开，整个手肘啊，你看一定要伸直，跟着我做啊，腕口朝外，外侧打开，像开窗户一样，这个时候头往上看。我们做慢一些，你看在这个点我们保持1到2秒钟，很多朋友在这个点就保持不住了，绷不住了，坚持住啊，手一定要并拢，然后再来转，腕口朝上，朝上了以后，慢慢的把我们的手指向我们的上方，就这样，举上去以后，我们像拖着天一样，你看往上去推啊，往上去推，就这样往上去推，推上去像举着一个大石头一样，手尽量靠拢，再怎么样，再转过来，腕口朝外，往上去抻。慢慢的放下来啊，这样的话就是散功了。然后来慢慢的，你看腕口朝上，啊，腕口朝回，好，腕口朝下，就这么一套，我们就下来了。这个呢，就是一个拿手的动作，它是一个完全很慢的一个节奏，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得到，我们的手肘，包括我们的这个手腕部分，一定要保持一个这种绷着劲的感觉，这个手一直要这样。很多朋友在这个环节当中，他会出现什么呢？这个手，比如说突然一下子，哎，感觉抽着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些筋啊，已经开始慢慢的变缩短了。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尽量去克制住，在做的时候，无时无刻都是处于一种伸展拉伸的状态。那么我们接着再带着大家做一遍，大家跟着我做啊，把手放在前方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腕口朝前啊。朝前方以后慢慢往上抬上来，再来腕口朝外，外侧以后慢慢打开，缓缓打开，就像推窗户一样，整个人坐直，头往上看。好，保持住。很多朋友在这个环节当中感觉到有压力了，好，没关系，保持住，慢慢的转，腕口朝上，朝上把手这么合并住啊，合并起来以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看好啊，把手往上去推，往上去抻，抻上去以后，再把手转到外，腕口朝外，再往上抻一下，保持住1到2秒钟。这个时候你的后背是发力的，慢慢再往下散功。好，腕口朝下，腕口朝上，好，回，好，再往下。这么就是一个完整的拿手动作。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们做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开始出汗了，有的朋友感觉到后背发热，有的朋友感觉到身上活动一下，是不是感觉到打开了、热了，或者感觉舒畅了？这是非常好的。所以以前的人才说啊，你甩手10下都不如拿手这么一次。就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每天坚持练习，每天做个3下到5下就足够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在别人那里或者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